这眼睛真的是太逆天了，透光眼上红漆，官方这种神奇的迷惑行为，这款总体我还是很满意的。但碍不住这个海表突然在头雕这边犯一下病，他就是不把这个模具、这个玩具最完美的状态呈现给玩家，让你知道你玩的是海之补，这就是正版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次奶射线的位置终于做对了，跟 MP52+一样，都是在肱二头机上的。之前有一些版本做错了，做在了这个肩膀上。这次也是更还原动画和设定图上奶射线的位置了。玩具是好玩具，不错。这玩意儿可真太棒了！Hello，欢迎来到我的变形金刚玩具分享时间。随着老86 Seekers 模具的淘汰，我们迎来了真正的 SS86 Thundercracker， 你也可以叫它惊天雷、雷公、猎雷或者雷霆薄脆饼干。这款我是高追的港版快货，没有任何的参考价值。就在我即将拿到手的时候，这个旗舰店突然就补款了，大约是259块钱吧，我应该没记错。这款价格稳定下来，200出头一点点应该是没毛病的。一字开头也不是不可能，后续重涂肯定是少不了的。不过就明年放出来的消息，这个红蜘蛛应该是放在了限定里，价格可能会偏高。86线的玩具我都会做视频的，也尽量让大家早些看到。后面也会出18子13虎的合集视频。角色介绍就随便聊聊吧，跟大家唠唠嗑。想看玩具的可以直接拉进度条，我都分好这个章节了。虽然是这个 SS86 惊天雷，但是它在86大电影里出场时间并不长，不久就被宇宙大帝改造成瘟疫了。惊天雷是我在霸天虎阵营里面最喜欢的角色，没有之一。当年看这个 G1 片头，他在 Six 小队里面是 C 位还以为他是队长呢。在巴斯动画里面，惊天雷并没有太多细致入微的这个角色刻画，相较于红蜘蛛的野心勃勃和闹翻天的残忍暴躁，想找我？他妈的！他性格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温和的，情绪比较稳定，总是为这个红蜘蛛擦屁股背黑锅。但让他这个角色弧光更加完整，让他更有魅力，被网友称为赛博坦文青，还影响到后续很多作品对惊天雷塑造的，那就要追溯到我们大名鼎鼎的 IDW 漫画了。经典篇章《威震天万岁》里面，惊天雷说过：“脆弱的人类根本不配做我们的对手。霸天虎是通过战斗锤炼的精英，而不是靠屠杀。”跟汽车人对话一开口就是“你们中没人会飞”，不啦不啦。这句话也是惊天雷设定之一，他蔑视一切不会飞的家伙，但也有善良的同理心。战斗最后也是接住了核弹，以防波及城市和无辜群众，不过也拒绝加入了汽车人。这次事件可以算是惊天雷人设比较重要的一个转折点。在这之前，他对霸天虎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忠诚，但后面发现自己很多理念跟霸天虎背道而驰，到为了全人类里面慢慢有了这个离队的想法，他对霸天虎的伟业失去了兴趣，逐渐沉浸在这个人类的文化中。擎天柱万岁里面，他还加入了汽车人，只为了过自己想要的生活。惊天雷并不是阵营立场飘忽不定，恰恰相反，他的原则很明确，很坚定。他是霸天虎里比较早觉醒的那一波变形金刚之一，他的追求远超于杀戮与战争。抛开这个 IDW 惊天雷其他的设定，包括神助者、音爆超能力等等，就看他的各种行为，在一众变形金刚里面已经是很特别的了。喜欢看电视，不看电视，拍过电影，养了只叫巴斯特的小狗，结识了不少人类朋友，特别是这个红发女郎玛丽莎，两个人关系还挺暧昧的。正是这种接地气，还有一个反差感，赋予了他这个独特的魅力，让大家戏称他为文青。他不是个高高在上的统治者，
也不是内心只有邪恶念想的小人，他是个执行杀戮命令的士兵，但同时也是个细心的文艺创作者。在我看来，他不过也只是个站在阳光下的小人物，有阴影面，但是身上的高光有时候也能格外的刺眼。可能我吹的有点过头了，不过在三字母里面，这个角色的确很饱满、很立体。文青这个设定在最新的能量宇宙里面也致敬沿用了。最新一集这个26话，他也从霸天虎阵营叛变了。聊这么多呢，一直在聊这个三字母的惊天雷。那86惊天雷呢？他也许不是个文青，但这个能量宇宙柱子都用86柱重组了，说不定能量宇宙 Seekers 也用这个模具呢。那说 SS86惊天雷他是文青，应该也不为过吧？其实啊，最早在漫威元祖漫画里面设定就有这个苗头了。惊天雷的弱点 Weaknesses 一栏里面写道，他潜意识里挥之不去的踌躇不定，时不时会出现并阻碍他执行命令，特别是在无辜生命受到威胁时。所以我认为文青这个设定是非常符合G1惊天雷后续发展方向的。这样看的话，86大电影是不是属于烂尾？变成扫荡队的话，就不算是惊天雷了。只要你是惊天雷，无论你是哪个宇宙的，你命中注定都逃不过这个天生的弱点，你都有这个弱点。IDW 搞的这个塞伯坦文青呢，也算是一个很成功的拓展设定了。这也是惊天雷一直能被很多人喜欢的原因。IDW05里面，他也可以算是最大的赢家了，好结局也是他应得的。还有很多我想细讲，以后有机会再慢慢聊吧。因为他是我最喜欢的霸天虎，所以玩具呢也多少会带有个人情感滤镜在里面。视频观点也仅供参考，一直都是这样的。毕竟不可能有人做到完全客观的看待一个玩具，我也只是分享玩具，说到底还是要上手把玩才能有自己的体会。只有真上手玩过了，才能有说服力的评价一款玩具。咱也不能当口模，对吧？没有绝对的好玩具。OK， 假叠完聊天也扯这么远了，那么接下来就进入到玩具本身吧。盒子没啥好多说的，有一点比较奇怪，你这个是啥表情？怎么感觉下一秒就要开始骂人了？官方一开始放出的图不是这样的呀，原来这个多帅，实物这个图片多少有点害人力。盒子背后如此，简单看一下，27部这边还有这个大电影里面扫荡队前身啊，都站这边了。另外说一下，就是这次配件不是祖传的那个带有冰淇淋味的厕纸包装的啦，改成这种透明塑料袋包装了。玩具设计师是新之佐治，很多网友说这款是小 MP52，的确有不少地方致敬了 MP52加。等看各部分细节的时候，我们细说。身形第一眼看上去很高挑，我直接放个打分，大家一起来投票看看吧。很有 MP 的味道，跟旧模具完全是两个风格。我的3部曲惊天雷不在手边，也不好给大家看这个具体比例对比了。玩具身高是16.5厘米，我这里玩具比较少，不是很方便。86声波、86老威等等都在家里面，我拿2个目前在手边的86线简单做个对比。跟钢索合璧大约是这么一个比例，个人觉得还是有点矮了。我看网上也有说跟老模具身高差不多的，所以大家也别急着入，老模具目前还是能用的。等这个价格降下来了再买新的玩玩，现在观望就好。就很多人小 MP 这样叫着，我害怕就是因为这样叫把它价格给搞上去了，也不能夸得太猛，毕竟也不是一个近乎完美的玩具。所以今天我就尽量细致的带大家看一看它的优缺点，我们一起近距离亵玩一下新之佐治老师带来的这么一个所谓小 MP52 Plus 吧。对不起了，新之佐治老师。先看头部，开头也说了，这款最大的槽点就是透明眼上红色漆，透光时候是这么一个状态，正常状态下上面有一点点这个透明临界露出，导致这个看上去像割了双眼皮。对比设定图，脸模没毛病的，很到位，很帅，我非常喜欢。这个面部灰色涂装很爽，很清爽，很G1，很86，表情还挺可爱的，在笑。各个角度看一下头它的背面如此，
除了眼睛这里啊，这次头雕处理的是一点问题也没有。躯干部分，这次用的是真熊，颜色的话跟早期放出的图不太一样，就是驾驶室这里实物颜色偏橙一点啊，早期放出的图是黄色的。实物跟设定图很相近。如果换成万代的话，机舱盖上面这个位置蓝色肯定是不会给你涂的，要不就是给你个贴纸。腰侧空洞也是一个遗憾之处，旧模具也有空洞，其实不止这里空了一点，换个角度看，其实里面全是空的，有点这个角度限定，因为也是变形需要，躯干侧面这块零件形状不能跟躯干外表完美贴合，配件包可以发力了。总体躯干造型跟设定图还是大差不差的，从正面看上去啊，一些细节也能对得上。这个位置喷气口这个位置，各位也可以选择自行涂黑。看看背后吧，背后可以说跟设定图没有任何关系啊。本来应该两面都有8.5标志的，但这个也是没办法，只能保正面了嘛，背后就只能偷胶了。飞机形态下的尾翼可以取下，翅膀空洞也无需多言了。MP52这个水平尾翼是收纳在小腿里面的，垂直尾翼是在翅膀内层收纳的。对于一个 V 级别来说，用 MP 那种连杆结构再这样收纳的话，几乎是不可能的，只能插拔变形了。插拔的位置也算是致敬 MP52了，还能盖住背面一些透胶。如果你觉得插拔变形膈应的话，那也可以一直安在小腿上，跟老模具造型是一致的，这样就可以一体变形了。但是造型就不还原动画了，有得有失。在这款玩具上，还原和一体变形是不能兼得的，算是小遗憾了，也为后续留进步空间。背包底部这一块零件也没有固定位点，官方说明书上给出的人形这块零件的位置就是这样搭上去的，你也可以把它划下来，这样感觉两边零件互相锁着，不会像之前那样很容易碰到。但是从正面看的话，就有大屁帘了，各有各的优点吧。看看手臂，开头提到的这个奶射线位置做对了，偷胶已经是家常便饭了。今年很多产品用的球杆手也安排了，估计以后也是86线的标配了。小臂盖板的确是不该缺的东西，86线后续产品的话，这个小臂盖板应该是不用愁，应该都是有的。手臂造型完整性不错，没有多余的刻线。有一个小问题就是，貌似手臂位置有点靠后了，再往前移一点，观感会自然不少。但变形都是设计好的，手臂应该是不方便前移的。有一点做短啊，设定图上手臂是到大腿至少1/2往下跑的，不过肉眼看上去还好，相机拍出来就会显得有点手短，可能也是因为腿太长了吧。胯部可能作为一个玩具，大家想要的是前裙甲能切割一下，这样前踢各个角度看上去能自然不少。一体的前裙甲确实是保住了造型，也减少了分件应该减少分件是主要目的。这样看上去的确像厚厚的纸尿裤尿不湿。设定图上虽然很厚，但是有棱有角的，不像裤子。如果能切割一下，做成3块，那观感肯定比现在要好不少。再一个呢，这个不可控因素，民间俗称为成本。这次尿不湿只做了前一半，后面是啥都没有，就连侧裙甲也只有一半，增加了穿帮的概率，是为变形服务不得不做出的牺牲吧。不过也进步了，至少前裙甲能动，不干涉前踢腿了。这款没有屁眼，不是没有屁眼，没有支架插孔，人形形态下没有支架插孔。其实在这块零件这个位置加一个3毫米孔洞也不是不可以，对吧？看看腿吧，大腿后方偷胶，这个中间的竖线意思是压感呗。我已经读懂孩之宝的这个偷胶思维了，明明可以全部挖空，就非要留一点点玩意，整条腿跟设定图也都能对得上。细节啥的，膝盖的淡蓝色出气口有涂装，小腿黑色有涂装，脚掌上的灰色也涂装，完完全全100%符合设定图。行驶走志这次是很尊重设定图了，正面尊重，背面侧面不算。大小腿连接处的关节，我想拿出来单讲一讲。这个关节设计
让弯腿看上去十分自然，但直立的时候从侧面看就有点奇怪了，小腿位置太过靠前了。我个人觉得往后去一点会自然一些，但这个角度也可以让他在站立时看上去很笔直、很挺胸，因为整个大小腿呈现一个向外弯曲的造型。就参考设定图正面这个脚的一个状态，侧面看上去会导致我就算遮住后半部分的小腿，它依旧看上去是个完整的造型。小腿后侧是略厚了一点，不过这里也是为飞机形态着想，我们后面会说到的。来看可动吧，头部360是没毛病的，球冠手感偏紧，低头有个俯触关节，大约120度吧，够用了。抬头幅度如此，左右摆头几乎没有，手臂平抬90度，根部关节摆臂没毛病，大臂有平整关节，曲肘幅度90度，虽是撸管球关手，但因为造型原因左右摆几乎没有，腰转幅度大约60度，利用变形关节可以断尝试下腰，前踢90度，后踢造型干涉很一般，侧裙甲变形关节可以避让，侧踢90度多一些，还可以。大腿根部有平转，屈膝90度，接地幅度大约是30左右，整体关节松紧合适，适合把玩。下面看它的变形吧。OK， 变形完成，大家觉得这个飞机形态如何呢？变形过程一上手很好玩，整体思路跟这个52很相似，说成是52的简化版，其实也不为过。大野光人老师看了点个赞。先说飞机最大的槽点就是胸部大空洞，因为是真胸变形，没有假胸零件来填补这里。52的手是折叠一下收在肚子里面的，这款是直接放在外面，就是外侧贴边。我在想能不能优化一下，让86经典雷也能这个歪手收纳，至少没有现在看上去这么空。但是结构限制是不行的，只能靠配件包了。这样空着，上面还有缝，不知道的以为是在 cos 那个垂直起降战斗机的这个部位。前起落架是有的，不过是造型而不是真的，后面就没有起落架了，是脚掌代替起落架。就这个脚掌我总是忍不住往后摆，一掰就掉。这款脚掌是没有向下的一个可动的，从侧面看飞机也不厚，挺不错的。后面的小腿部分人形态有些不好看，但是飞机形态来看简直是太火爆了。隆起的发动机是非常对位，上面俯瞰更是无敌中的无敌，一体性真的是太强了，比例更是非常舒服。特别是后半部分，跟设定图对比，除了垂直尾翼这里的红色线条涂装没有之外，其他各地方细节都能找到突出。像中间这一块灰色部分，
刻线细节不多也不少，恰到好处。正面看过去，因为空洞在，所以会有点煞风景。驾驶舱也可以打开，里面细节有点简单了。飞机形态3毫米孔洞在这里，用支架还是很方便的。后续填补空洞的配件包应该也是插在这里。飞机整体造型流线性很顺畅，尾翼和大翅膀的衔接也是严丝合缝。就是肩膀这里这块零件不是垂直的，强迫症可能会有点难受。总体来说，飞机形态除了空洞部分，其余位置处理的都很好，我很喜欢。当然了，G 模式也是不能缺的。侧面大约是这么一个状态，机身有点太长了，也给它算上一个玩法吧。你别说，还挺像那么回事。OK，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本期杂谈偏多，玩具我也尽量细致的带大家看了看，可能还有遗漏或者错误的部分，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和弹幕补充。我个人很喜欢的一款惊天雷86 Seekers 这个新模具，我还是很满意的。后续出的红和闹也会做视频。今天很多玩具不在手边，也不方便做玩具比例的对比，等 SS86 霸天虎骨干成员出齐了，你再细看。